当金钱可以购买一切，当权力可以掩盖罪恶，一座加勒比海上的私人岛屿就成了人间炼狱。超过300万页的机密文件，2000段从未公开的视频，18万张定格了丑恶的照片，如同海啸般席卷而来。每一帧画面都在狠狠撕开这个世界的遮羞布。世界首富、王室成员、政坛精英，他们的名字从云端跌入粪坑。一个已经死在监狱里的恶魔，为何能让整个上流社会颤抖？那些被诱拐、被囚禁、被当作生育工具的女孩们，他们的正义究竟还要等多久？大家好，这里是悬案第一现场，我是路易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爱泼斯坦案的最新解密，去看看那些隐藏在权力与财富背后的最肮脏也最接近真相的东西。关注这个案子的朋友们都知道，爱泼斯坦案就像一部永远没有大结局的恐怖连续剧，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蹦出几个新的名字，或者一些旧名字的新黑料，一次次挑战我们的三观。而最近这一波堪称王炸，随着美国司法部迫于压力公布了新一批多达300多万页的档案，全球网友几乎每天都在见证历史。这些文件就像一台高精密度的 X 光机，把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大人物照了个底朝天。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位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早在之前就有传闻说盖茨上了萝莉岛，并且被爱泼斯坦在邮件中提及，说他隐瞒性病。但当时大家或许还将信将疑，可这次随着美琳达的公开采访，这把火彻底烧旺了。美琳达，这位与盖茨共同生活了27年的女人，在沉默许久后终于发声。她说，当看到文件中前夫的名字与那些不堪的细节时，她回想起婚姻中的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刻。她还直言，我非常高兴自己已经远离了那些乌烟瘴气的事。这话说的简直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了前夫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呼吁受害的女孩们应该得到正义，更直接点明比尔·盖茨必须对此做出回应。这招前期的审判比任何法律文件都更具杀伤力。迫于舆论压力，比尔·盖茨的回应来得很快，他亲自出镜，摆出一副被冤枉的无辜模样，来了个3连否认，没有上过岛，没有见过任何女性，甚至对那些邮件解释为那是一封没有发出去的邮件。我真的不理解爱泼斯坦为什么这样写，也许是为了攻击我。攻击你，一个靠贩卖少女信息起家的皮条客，临死前还要写封信件攻击你。这个解释别说全球网民不信，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苍白。他又强调自己和爱泼斯坦只是一起吃过饭，目的是为了健康事业筹款。最后他还补上一句经典台词，我很后悔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但我真的没有去过萝莉岛。你看，这就是顶级富豪的公关策略，只要没有拍到我正脸，只要视频里没有我，我就永远是清白的。如果说盖茨是被动社死，那另一位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这次就有点主动塌方的意思了。要知道，在此前的人设里，马斯克可是站在正义这边的。他多次公开抨击爱泼斯坦的肮脏行径，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曾被多次邀请去岛上，但都严词拒绝了。一时间，他成了互联网上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流代表。结果呢，新解密的邮件像一盆冰水，揪醒了所有人。邮件内容显示，马斯克曾主动发邮件询问爱泼斯坦，哪一天的派对最疯狂？最疯狂这3个字，信息量太大了，它背后隐含的意思不言而喻。更致命的是，马斯克那位一向和他不对付，甚至公开感性断绝关系的跨性别女儿薇薇安也跳出来补刀了。他证实，在那个时间点，父亲确实带着全家人在爱泼斯坦提到的那个地方圣巴特岛度假。这一下，马斯克之前从未上岛的声明瞬间变得岌岌可危。你人都在附近了，还主动去问哪一天最疯狂？
结果你说你没去，这就像你拿着球票站在球场门口问保安比赛什么时候最精彩，然后转身说你没进场一样，可信度能有多高？如果说富豪们的丑闻是佐餐甜点，那接下来这2位就是重磅主菜了。第一位是挪威的太子妃梅特玛丽特，这位平民出身的王妃，曾经因为她的过去而备受争议，但这次她直接卷入了风暴眼。解密文件显示，她不仅多次与爱泼斯坦私下会面，甚至还参与讨论了如何私下猎艳，也就是物色和诱骗年轻女孩。消息一出，整个挪威王室都震动了。太子妃火速发表道歉声明，试图止损，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道歉有用的话还要 FBA 干上。另一位则是英国王室的老熟人安德鲁王子。如果说之前那张他搂着未成年少女，手放在女孩腰上的照片已经让人瞠目结舌，那么这次曝光的视频则彻底撕下了他所有的伪装。画面中，在一个看似豪华的饭店房间里，这位女王最宠的儿子竟然4指着地趴在了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上，那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某些不堪的场景。面对铁证如山的视频，白金汉宫沉默了。安德鲁王子这次学乖了，不辩解，不回应，选择了最古老的应对方式，沉默是金。他带着家人连夜搬离了女王生前赠予他的皇家别墅，仿佛只要跑得够快，丑闻就追不上他。你看，这些人在镜头前是慈善家，是科技先锋，是优雅的王妃王子，但在那座被称作恶魔岛的地方，他们褪去了所有伪装，释放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恶。我们知道的这些，或许真的是这座罪恶冰山上最微不足道的一角。早在2019年 ，FBA 突击搜查爱泼斯坦位于纽约的豪宅时，就搜出了170多部隐秘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就像上帝视角的眼睛，记录下那个世界里最真实的罪恶。他们也证明了一点，爱泼斯坦这个智商超群的前对冲基金经理，他太懂人性了。当他窥见了上流社会那些无法被金钱满足的扭曲欲望后，他便着手打造了一个完全脱离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法外之地，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萝莉岛，或者叫恶魔岛。在这个岛上，那些被诱拐来的女孩根本不被当人看，她们被全天候监控，像商品一样被明码标价。一份曝光的内部聊天记录显示，一名来自俄罗斯的女孩标价仅$1000。$1000，在那些亿万富翁的眼里，可能只是一瓶酒、一顿饭，却能买到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尊严和身体。一位勇敢站出来的幸存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颤抖着回忆了他的地狱时光。他说，自己在岛上被反复性侵，有时候一天多打3次，那种绝望就像被困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里，而他只是岛上众多女孩中的一个。但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到一个关键人物，一个比爱泼斯坦更狡猾也更残忍的女人——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她是爱泼斯坦的女友，更是这起惊天大案的核心推手和首席皮条客。这个女人出身并不简单，她的父亲是英国传媒大亨，但名声极差，靠着诈骗手段骗取政府廉租房发家，后来家族又陷入金融诈骗丑闻。麦克斯韦在英国混不下去，才跑到了美国，遇到了同样被视为金融骗子的爱泼斯坦，两个人可谓一拍即合，臭味相投。而在性犯罪这条不归路上，麦克斯韦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的手法非常狡猾，首先他会像猎人一样专门物色那些家庭关系紧张、经济拮据或者有模特梦想的年轻女孩，因为这样的女孩往往更脆弱，更容易被控制。接着他会以星探、模特公司经纪人或者瑜伽导师的名义出现，用甜言蜜语给他们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孩子，你条件太好了，我带你去见见世面，实现梦想。女孩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
跟着他走进了豪宅。等待他们的不是镁光灯和 T 台，而是地狱。如果女孩反抗，换来的就是毒打、威胁，以及你不做就让你全家都遭殃的恐吓。更恶毒的是，他们还会被逼着去发展下线，把自己的同学、朋友甚至亲姐妹也拉进这个火坑。科特尼·怀尔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只有14岁，还是个孩子，就被麦克斯韦以学习艺术的名义骗进了爱泼斯坦的豪宅。从那以后，每2周他都要被爱泼斯坦性侵一次。而更让他崩溃的是，当这一切发生时，麦克斯韦就坐在房间的床边，像个观众一样冷眼旁观，脸上甚至带着诡异的微笑。这种精神上的凌迟比身体上的伤害更痛。爱泼斯坦利用一个14岁女孩的恐惧，对她进行精神控制，甚至命令她去招募更多的女孩。科特尼在采访中痛苦地说：“我到底算不算受害者？因为仅他一人就为麦克斯韦招募了超过50名女孩。”卡罗琳的经历同样悲惨，她被朋友以按摩赚钱为借口骗去。第一次按摩前，麦克斯韦对她动手动脚，抚摸她的敏感部位，还调侃她说：“你的身材非常适合爱泼斯坦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除了性侵，爱泼斯坦还有一个更疯狂、更反人类的计划——婴儿牧场。是的，你没有听错，他的目的就是像养牲畜一样，批量生产拥有所谓优质基因的后代。在新解密的文件中，有一份受害者日记，读来令人心碎。2002年，当时只有16岁的他，被爱泼斯坦当作人类孵化器，在棕榈滩的豪宅里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只是个孩子，却被迫成为了母亲。她抱着自己的骨肉，只有10几分钟，孩子就被当场抱走。他在日记中崩溃地写道：“我彻底崩溃了，他是我的，我要他回来。”而爱泼斯坦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只是淡淡地称赞了一句：“这个女婴长得很漂亮，很符合他的优生标准。”他甚至打算把这个女孩继续当作生育机器，计划把她带到新墨西哥州的牧场，继续完成所谓的生育任务。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爱泼斯坦曾亲口对外界宣称，他要建立婴儿牧场，大量招募优质女性，来生育拥有完美基因的人类。据传，他本人虽然没有结婚，但私生子可能多达130位以上。这个疯狂的生育计划究竟持续了多久？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就这样生下来，又被送到了哪里？这背后的目的仅仅是满足他个人的变态欲望，还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涉及某些精英群体优生学的阴谋？这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那么，面对这些滔天罪恶，就没有人站出来反抗吗？有，不仅有，而且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科特尼，早在2008年，他就作为案件关联人参与了对爱泼斯坦的起诉。但结果呢？所有人都知道了，那场起诉以爱泼斯坦和佛罗里达州检方达成了一项秘密认罪协议而告终。爱泼斯坦仅仅被判了13个月监禁，而且在这13个月里，他每周有6天，每天12小时可以外出工作。这就是美国司法史上臭名卓著的不起诉协议。你看，在权力和财富的加持下，恶魔只付出了极小的代价，就换来了整整11年的逍遥法外。直到2017年，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鼓起勇气站出来，案件才在2019年得以重启。一位来自巴西的女孩玛丽娜·拉塞尔是恶魔岛上未成年的幸存者之一。2002年，因为家境贫寒，她被中介介绍到爱泼斯坦的纽约豪宅做按摩师，结果一进门就遭到了侵犯。之后，她更是被当作礼物介绍给了各种大人物。这种恶魔般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她16岁，因为被嫌弃太露，才得以脱身。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玛丽娜面对镜头，声音颤抖，却无比坚定地说：“我们需要透明度，需要档案公开，这不仅是为了幸存者，也是为了美国人民。”而当天来到现场声援他们的受害者
多达30多倍。当然，更多的受害者没能来到现场，或者永远也没有机会来了。比如去年4月，弗吉尼亚·朱弗雷的离奇死亡，他是爱泼斯坦案中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也是最勇敢的抗争者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公开指责美国政府庇护麦克斯韦和爱泼斯坦，甚至曾拿出一张与安德鲁王子的合照，震惊世界。他的抗争是无数受害者坚持下去的动力。可就在案情取得重大进展，正义似乎近在咫尺的几周前，他却突然自杀了。这个消息传出时，整个舆论一片哗然。在如此敏感的时间节点，一个掌握着大量核心证据的关键证人就这样恰到好处的死了。这究竟是绝望的自杀，还是又一次被自杀了？恐怕这个答案也随着他的离去被永远埋葬了。2019年8月，爱泼斯坦本人在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的牢房里，在摄像头全部故障的巧合下离奇自杀身亡。2020年，试图逃跑的麦克斯韦被 FBI 抓获。2022年，麦克斯韦迎来了他的审判，法庭上他依然在演戏，多次否认参与性犯罪，还惺惺作态地说认识爱泼斯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悔恨。作为证人出庭的弗吉尼亚，虽然弗吉尼亚已经不在，但他的那份控诉由其他幸存者继承。一位幸存者当庭怒斥道：“若不是你，我永远不会遇见爱泼斯坦，是你为我和许多人打开了地狱之门。”最终，麦克斯韦被判20年监禁。但讽刺的是，即便是坐牢，他似乎也坐得比别人舒服。据美媒报道，他在狱中享受 VIP 待遇，专人送餐，可以使用牧师办公室接待访客，生活得像个度假的贵妇。他甚至得意洋洋地对朋友说：“我感觉像是掉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镜子里，我在这里开心多了。更重要的是安全了。”更可怕的是，在麦克斯韦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一番深度对话之后，竟然还有像特朗普这样的大人物公开表示自己有权利赦免他。虽然目前尚未考虑，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句话无异于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一旦政府真的赦免或减刑麦克斯韦，那将不仅是对幸存者的2次伤害，更是对美国乃至全球司法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羞辱。他向所有人宣告，只要你的客户足够有权有势，你犯下的任何罪都可以被一笔勾销。朋友们，目前这300多万页的档案，2000多段视频还在被慢慢解读消化，也许就在明天，还会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名字，更令人发指的丑闻被曝光。眼下，随着爱泼斯坦的死，很多大人物似乎又开始悄然隐身，消失在大众的舆论中。他们或许以为只要熬过这阵舆论风暴，日子还会像从前一样。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也是有记忆的。那些被当作商品明码标价的女孩，那些被强迫成为生育机器的少女，那个被自杀的勇敢证人，他们不会白死。我们依然坚信，那些被权力和财富精心打造的面具，终有一天会被彻底撕下。那些躲在面具后狞笑的恶魔，终有一天会被拖到阳光之下。正义可能会迟到，甚至会迷路，但我们绝不能让它缺席。关于爱泼斯坦案的最新进展，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